中国新能源汽车终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。2025年10月，中国乘用车销量终于掉头向下了。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时刻，补贴红利的尽头就是产业泡沫的开始。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会的数据，10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约224.2万辆，同比下降 0.8%， 环比下降 0.1%。这看似不起眼的 0.8%， 却是连续8个月增长后的第一次下滑。尤其是新能源车型，增程电动汽车销量暴跌 7.7%， 插电式混合动力暴跌 10.3%。一个行业的拐点，往往就是这样悄无声息的到来。崔东树说，10月的车市比较温和，没有预期的火热。但温和这2个字掩盖不了中国车企们的焦虑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这不是季节性波动，而是补贴退潮的第一声警钟。这一轮下滑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以旧换新补贴的收紧。超过20个省市暂停或收紧了以旧换新补贴项目，上海、江苏、广东等地都在默默退出。那些曾经凭几千块补贴换新车的消费者，突然发现补贴没了，价格又涨了，贷款还得还更久。于是展厅里人流骤减，年轻人对买车的热情也冷了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中国首次购车者数量下降近 15%， 年轻人宁可坐地铁、打车，也不愿再背上车贷。车不再是自由的象征，而成了负担的代名词。这背后是中国家庭财务状况的全面恶化。根据央行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居民储蓄率创下历史新高，高达 36.2%。人们不是变富了，而是变怕了。怕失业，怕裁员，怕未来的不确定。更荒诞的是，这次下滑的数据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假繁荣。乘联会原先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，10月销量增长 6%， 新能源汽车更是大涨 17%。然而后来发现，那只是批发数据，厂商卖给经销商的数量。真正的零售销量根本没跟上。换句话说，车企只是把车推给了 4S 店，推不动就堆库存。根据最新监测数据，中国汽车行业的平均库存预警指数在10月底达到 63.7%， 处于警戒线以上水平。这意味着平均每卖出1辆车，还有2辆车趴在仓库里。车企拼命压货，经销商苦苦撑着，最后的结果是市场价格继续内卷，利润被压榨到极限。中国汽车产业之所以能在短短10年内从边缘冲到世界第一，不是因为市场，而是因为政策。免税、补贴、购车券，一轮又一轮的政策红利，成就了新能源的奇迹。但奇迹从来不是市场的胜利，而是政府目标的幻觉。2023年，中国财政部、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，2024年至2025年间，购置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，最高可减免3万元。可到了2026年，这个政策将改为减半征收，减税额不超过 1.5 万元。这意味着从明年开始，新能源汽车将彻底告别政策托底的时代。表面上，这是财政压力的结果，实际上却暴露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最大软肋，它不是市场驱动的，而是行政驱动的。有业内人士直言，中国车企不是为了用户造车，而是为了政策造车。只要能拿到地方补贴，哪怕亏钱也要生产。这种逻辑与当年的光伏、钢铁、地产何其相似。所有产业在政策驱动产能过剩、价格崩塌的周期里，都逃不过同样的命运。如今轮到了新能源汽车。2024年，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940万辆，销量921万辆。听起来很辉煌，但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惊人的事实：全行业的产能利用率
不到60%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每生产100辆车，只能卖掉60辆，剩下的40辆要么打折甩卖，要么静静地堆在仓库。即便如此，仍有超过200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在中国注册、扩产、融资。每个省都想搞新能源产业园，每个市都要有车企龙头项目。这是一场疯狂的、失控的、没有底线的投资竞赛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新能源车企平均净利润率仅为 2.3%， 而在美国同类企业如特斯拉，平均利润率超过 9.6%。中国车越卖越亏，连比亚迪这样的龙头企业也不得不卷入价格战。2025年3月推出荣耀版车型，直接把售价拉到燃油车以下，短期刺激了销量，长期却摧毁了整个行业的利润体系。从特斯拉到理想、小鹏、蔚来，没有一家车企是健康的。他们靠补贴活着，一旦补贴退潮，活不过半年。中国汽车行业的背后，其实是一场财政游戏。地方政府靠卖地赚的钱越来越少，只能寄希望于产业拉动。但新能源汽车工厂需要补贴，招商要免税，消费要发券。地方财政在新能源上的投入正在成为新的无底洞。据中金公司测算，中国地方政府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的总投入超过 1.8万亿元，而这笔钱换来的却是车市的疲软、产能的冗余、企业的亏损。一旦补贴撤掉，整个体系就会像抽走支架的楼房一样轰然倒塌。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不是革命，而是幻觉，一场由政策催生、由补贴喂养、由宣传推高的幻觉。如今幻觉正在破裂，车企、地方政府、消费者都成了被掏空的代价承担者。但最可怕的还在后面。根据第一财经、与其查查联合发布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10月底，中国登记在册的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约25800家，其中过去12个月已有超5200家注销或吊销，平均每天就有14家企业倒下。许多2、3线品牌连清算公告都来不及发。一些曾拿到地方政府上亿元补贴的新能源创业公司，工厂停产，员工遣散，留下的是一片荒草地和烂尾的厂房。一位曾在江苏昆山新能源产业园工作的员工说，去年我们还在加班装电池包，今年整条生产线都停了，厂房上锁，电都断了。更讽刺的是，这些新能源工厂很多本来就是为了拿补贴而建，设备还没完全安装好，就开始申请项目验收，骗到补贴后立刻撤人。所谓的中国新能源浪潮，其实是一场地方财政与企业合谋的资本盛宴，最后留下一地废铁。在补贴退潮后，车企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拼价格。2025年以来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价格已经连续下调6次，平均降幅超过 12%。比亚迪、领跑、哪吒、小鹏、理想、极客，几乎所有品牌都在互相厮杀。但问题是，车越便宜，消费者越犹豫。他们知道这个价格还会跌，买早了就是韭菜。于是市场陷入死亡循环，企业亏损扩大，消费者继续观望。据中汽协公布的数据，2025年前3季度，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平均利润率不足 1.8%， 同比下滑近 50%。更糟糕的是，连售后都在缩水。车主反映充电桩服务费上涨，配件缺货，售后维修延迟。很多企业为了节省成本，干脆关掉线下服务网点，留下一句请联系线上客服。补贴退了，服务崩了。一个本应象征科技进步的产业，最终却变成了资本撤离的典型。2021年到2023年，中国新能源汽车融资金额高达6200亿元，
但到了2025年，仅前3季度的融资额就暴跌至不足700亿元，同比下降近90%。VC 机构集体撤退，地方融资平台断供，银行收紧贷款，很多车企因此陷入断粮状态。1个月烧几亿的赛道，不再有人愿意接盘。连曾经被视为国企之光的长安新能源，都在年中被爆出裁员20%、削减项目的内部信。资本在撤，补贴在退，车卖不动，整个产业链都被套牢在泥沼之中。有人说，中国汽车行业正在重演房地产的剧本，起初是政策扶持，中期是疯狂扩张，最后是价格崩塌、信心坍塌。一模一样的逻辑，只是换了个名字。房地产教训才过去没几年，人们还没从房价跌、资产蒸发的噩梦里醒来，如今又被新能源神话裹挟进去。不同的是，这次泡沫更隐蔽，因为它被包装成高科技绿色未来国家战略。但高科技挡不住亏损，绿色未来也掩盖不了失业。当政策的手撤开，整个市场就像断电的电动车，一寸也动不了。10年前，中国用补贴堆出了一个新能源神话，10年后，这个神话轰然崩塌。当补贴消失，市场露出真面目，消费者理性，企业亏损，资本退场。没有补贴的中国新能源汽车，就像被拔掉插头的机器，还能跑几公里。一个行业的衰退，从来不是突发事件，而是结构性真相的浮现。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看似在奔跑，实际上在滑行，靠的是惯性，而不是动力。而当惯性耗尽，那一刻才是真正的失速坠落。